温柔又大气，干活劳动有实力。我现在在真正的搬砖哦。在打嘞，开点口，他妈是吹的。哦。西藏姑娘在四川农村改造美化一栋将近20年的老房子，此时此刻是否让你想起那个美好的童年？因为挂了好多萝卜，应该是做萝卜干吧。看了没？这个之前变化也太大，就像什么？把时间往回到10几年，那时候你我都是孩子，也可能刚有孩子或孙女孙子。小时候对于伙伴的称呼，四川比较喜欢叠起来念，比如我叫卓嘛，就会叫我卓卓碗，而朋友呢，人家都叫他咪咪碗。除此之外，就还有君君碗、涛涛碗、娇娇碗。那时候他们一起在地里打谷子、摸螃蟹和黄鳝，结伴到镇里上学，以及像现在这样干活。咱们小时候觉得好累，但是现在却全力以赴。不过无论何时的事情，过程总是美好的。这边已经弄一个墙，然后这边做厨房，那边做洗手间。这是什么？天是放在这里，然后想把线头弄到那边去，这边盖个墙。卓玛走了四川很多农村，发现大部分用作修房子的砖都是这种红色。由于看起来不是很结实，所以卓玛决定给大家来一个单手劈砖。不行。后来经过简单了解，卓玛知道它叫红砖，强度硬度在砖块中都比较强，而且诞生历史超过1000年。用这个红砖主要有保暖隔音的效果。实际上卓玛也看出来它的质量。这栋农村自建房有接近20年的历史，当时也是用红砖建的，所以现在搬砖，朋友就想起了小时候，在大热的夏季，听着知了声，不停在搬砖。不过这个砖的原材料不是很环保，可能以后就越来越少了。看吧，这个全部放了砖的，把它挖的，烧起码要2个多。在这里，卓玛想问问各位朋友，在农村老家自建房使用的是什么砖块呢？上次来的时候没有电，现在电这些全部都弄好了。对于那个年代来说，大部分从农村走到城镇的人，概念里只有工作或者读书，从未想过要定居。朋友虽是四川人，但却在西藏出生，他们父母很早到了高原，和西藏基础划到金敏上河图规划蓝图的时光中一并前行，留下了不少汗水。在艰苦环境下工作，自然也有相反的待遇对定。苦劳一段时间，他们就成了这一代农村修建自建房的第一家人。当时的投资足够在城市甚至成都来一套房子，但朋友家和左邻右舍的想法都一致，谁会把城市当成常住的地方呢？但是后来城镇飞速发展，人们意识到如何更方便让子女读书，让自己就业就医，在城市安一个家，无疑是大势所趋。同样的，飞速向前的现代化也裹挟每一个人冲刺。以前我们盖房子的时候也是在家里，天天做我爸的左右手。伴随而来的，除了更好的生活面貌，还有压力。人们常说内卷呀，精神内耗和生活节奏就有关系。即便是在西藏，也没有绝对的休闲，在市区里也得拼，才能更好。在弄这个院子这个墙，又去搬砖。藏族姑娘卓玛的目标是走遍全国。就看过的地方，不说富裕的广东，四川也并不算穷，生活条件也不错。而农村不说大富大贵，但这样的生活也渐渐治好了卓玛的精神内耗。农村是咱们老了以后会回去的地方，因为也想回到过去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所以干活就不觉得累了。
听说他们家奶奶的孙女跟我朋友小时候玩的特别的好。以后回到西藏，肯定不会忘记这段难忘的经历，也会更加努力去继续走遍全国的梦，以及多来四川。西藏的城中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Hello， 连接公看的3个卓美银菜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卓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之前去广州旅行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城中村。回到西藏之后呢，没想到西藏也有城中村。我个人觉得城中村就是本地的房子，把它租给外地人。城中村呢比较具有生活气息。我现在在林芝，所以今天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下这里的城中村到底是什么样。我身后呢就是林芝这边最有名的城中村，进去就是武警支队退休区。之前呢还有一个毛纺厂，不过厂子进行修改，然后出租房全部被拆掉了。武警退休区是住在这里的人最常叫的名字，因为这里挨着林芝武警支队，但是里面的门牌上写的是花园巷，那我就叫这里花园巷吧。花园巷的发展并不算久，80年代的林芝只有一条大街，为数不多的水泥房子，其余在林芝的人都是住的简易的铁皮房。在1996年时，花园巷只有泥土路和铁皮房，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西藏赚钱的人，以四川人居多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花园巷也和林芝市区一样，修建了水泥路，铁皮房变成了砖瓦房。花园巷一墙之隔的地方是林芝第一个传统意义的小区，名字叫林芝花园。刚修房子的时候，林芝花园巷都是清一色的平房。这些房子呢都是最近几年修建的，以前呢都是平房，只有一层。而小区里都是楼房，家家门窗紧锁，邻居之间不相互认识，也不相互说话。像花园巷这样的邻里之间一起说话，一起娱乐，才有生活的气息，散发人间的烟气。卓玛认为花园巷的发展可以分为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铁皮房的时代，第2个阶段是平房的时代，第3个阶段是现在。花园巷的平房都变成了楼房，因为城市需要发展，外乡人越来越多，平房满足不了需求，都变成了楼房。这些楼房都具有藏式特色，因为房东都是本地藏族。本地人为外乡的人提供一个港湾，外乡的人在城市里实现梦想。我觉得这里的城中村跟广州的差不多，可以买蔬菜啊，可以买生活必需品之类的。住在花园巷里的外乡人以四川人居多，整个西藏林芝也是四川人最多。在花园巷里，大部分都是工地的工人，也有餐厅的服务员以及创业者。很多人都说城中村，因为都是外地人，所以治安很乱。其实还是外地人都是全国各地都有的现象。西藏林芝非常年轻，从一条街道变成初具规模的城市，都离不开工人的建设，所以他们并不是外乡人，他们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。西藏的发展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我们共同的勤奋造成了西藏的繁荣。对于卓玛来说，西藏林芝的城中村和广州不一样。广州的城中村楼房都挨在一起，给人一种压力。一线城市的各种成本都高，本质上每个城市的城中村都是打工人的港湾。但是西藏的生活成本更低，工作之外坐在城中村院子里晒太阳是对生活的享受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西藏林芝的城中村比广州的更好。而且西藏正处于发展时期，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建设，西藏的年轻人也在学习科学，未来都是人才。当我们一起合作，让西藏变得很好，让国家变得更好。当你们到西藏来发展，可以住在城中村里，也可以租小区。西藏欢迎大家的到来，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点个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